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犬犬。我们频道来到了2周年了，今天主要是做2周年的 QA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想先分享一个重大消息，就是经过了这2年的努力，我们成功的取得材料专家的经销了。所以从今天开始 ，NT 胶皮就不再是有钱人的玩具了。所有的 NT 胶皮在台湾的价格都会向下调整。除此之外，购买模式稍微有一点改变，那就是部分的 NT 胶皮会有现货，若是没有现货的话，一样会开放预购。但是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当你下标之后，不会马上去跟德国原厂订货，会跟其他下单的人凑到一定的数量再去订货。当确定了订货时间的时候，我就会更新在犬犬的官网上面，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更便宜的价格提供给各位朋友。当然，若你很急着需要某个没有现货的商品，但又不想等其他人凑单的话，也可以私讯我，我会提供其他方案给你。再来就是犬犬的官网上线了，现在赶快免费加入会员，有送20元的购物金哦，生日也会有会员礼哦。之前有跟犬犬买过 NT 胶皮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是你们信任我，才会在关税跟运费这么贵的情况下跟我买东西。你们都可以来官网加入会员，截图私讯我的 Line@， 我会送200元的购物金在你们的账号里面。2年前，我在踏入桌球自媒体前也考虑了很多。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实力在哪里，也很清楚当时做桌球自媒体的大部分都是甲乙组的选手。我也是因为这样才以业余素人的身份加入，希望告诉跟我同为业余的朋友，桌球要打得强当然是重要的，但我更注重打球的过程中当下是否是愉快是开心的。若只要可以让没打过桌球的朋友看了我的频道之后而喜欢打桌球，那就算成功了。剩下要变强这件事情，就是要依靠其他桌球大前辈了。虽然这个过程真的不是很容易，我自己其实是很哀的人，前面很多影片都是照稿念的，少了语气的抑扬顿挫，难免会让人觉得我讲话很拽。我也为那些有不好观感体验的人道歉，对不起。我希望往后的每一个影片都可以让我的口条变得更好。我也谢谢一直支持我、陪我拍影片的朋友，能走到今天已经超乎我一开始的预期了。那前面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主题2周年 QA 吧。可以分享短科、中科、长科的差异吗？台湾哪个比较多人使用？还是国小校队比较多人用哪种颗粒？出社会人士比较多用哪种颗粒？这件事情我比较没有去调查啦，可是我可以就我比赛中遇到的经验跟你讲，就是说我在比积分赛的时候，拿长科的小朋友会比较多，再来是短科，再来是中科，中科比较少。社会人士我也是遇到长科比较多，好像不管是社会人士还是小朋友，基本上都是我遇到长科的几率大于短科的几率大于中科的几率。想看不同 NT 削球的介绍，之后我可以找个时间请个会削球的人来拍一下 NT 削球，做个交叉比对。防守拍适合两面狂吗？我不知道这个两面狂是指狂飙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打两面狂飙应该会有比防守拍更适合的拍子。犬犬有女朋友吗？是常在频道出现的女球友吗？我有女朋友，她也是女球友而已。有 NT 胶皮会违规吗？有没有被误会成违规的经验？有，也不算是被误会啦，他们顶多就是疑问说你这个东西没有问题吗？你这个东西可以比赛吗？有时候我会打比赛会遇过一些，我跟他讲说我是 NT， 他说 NT 是什么？其实这当下就很难去解释说 NT 是什么啦，毕竟正在比赛了。至于 NT 胶皮本身会不会违规，它只要上面有 ITTF 的标签，你在 ITTF 的官网上是可以查到这张皮的，基本上它是没有违规的。感谢犬犬大的桌球影片制作分享，谢谢你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我会做更多。未来有打算制作讲解比赛的影片吗？讲解比赛的影片哦，我认为 YouTube 上面已经有很多讲解比赛的影片了，而且他们其实都很专业。基本上我觉得讲解影片这件事情就交给其他专业的 YouTube 了吧。积分赛的资讯从哪里知道的？有一个叫 TAIN 的网站，它上面你可以去那边注册会员，上面会有很多的积分赛的资讯，它是什么时候的比赛，它限制的积分有多少，你去办一个账号，一开始它会给你一个初始积分，不过你不用在意一开始的初始积分，你是新账号的话，你任何比赛都是可以打的，打过1-2场之后呢，你的积分就会被调整成符合你实力的积分了。一直胶皮的桌球人是不是很难找到专业教练？
没有错，真的蛮难找到专业的教练的。哦，这边想问一下有打 NT 的朋友，如果我开放专门讲 NT 技术的课程，你们会想要来试看看吗？留言区可以告诉我哦。这么多 NT 胶皮中，如何分辨哪一个是适合我的？我练削球手，一面短课一面 NT， 目前用729和804的 NT 胶皮，给削球手的 NT 哪一个比较适合？我削球时的拍面与击球角度25或30或是更小，那相当的斜。我用 NT 削球，我通常会在70度角的时候去削啦，因为 NT 它比较不像一般的长颗的那个海绵，因为 NT 会把球给卸掉，所以它是没有什么弹性的，所以它可能会需要比较力的去削它。那至于804的 NT 胶皮啊，804是属于比较古早的 NT 胶皮啊，它的海绵还是有弹的，不像现在的 NT 一样是阻尼海绵。如果你从804的 NT 换到现在这种新式有阻尼海绵的 NT 的话，你应该25或30度你是削不起来的。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看你是想怎么削，你是想要削弱点还是让它很转。有机会你可以买一张硬的 NT 去试看看，它那个削球的感觉，你就知道你适不适合削这种新式的 NT 了。有什么推荐的平价球拍想买一下？我以前是打那个平野美宇那个 Stiga 那个7甲纯木，我觉得蛮好打的，而且它的价格大概我那时候买是2000块啦，现在我不知道。这是我觉得算便宜又好打的牌子。会练长科吗？我不会特别去练长科啦，但是我偶尔会拿长科来玩一下。犬心目中的神拍跟球皮是什么？我觉得我的神拍就是杰瑞帮我客制化的球拍啦，因为它是针对我的打法去做客制化的，所以我自己打起来跟其他什么波尔啊，或是什么 Butterfly 啊什么的，我觉得我自己客制化的球拍是比较好打的。那球皮呢？我现在正手是这一张，对，我现在正手是这张地狱火，因为我的发力不好啦，它其实可以帮我省下蛮多力的。之前我做过一支地狱火的影片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另外 NT 胶皮呢 ，NT 胶皮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比较会卸力的、比较稀的 NT 胶皮。NT 胶皮其实我有打算要换的啦，我自己会客制我自己的 NT 胶皮，希望它会是我的下一张神皮。机车的发接套路分享，我自己觉得最稳的就是我的勾手配我的正手，顺旋转配上我 NT 弹击，这是我比较擅长的项目。勾手发球比较可以让别人把球带到我的正手位。那时候其实我发勾手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正手了。我勾手可以在手往后摆的时候，我说这个好吗？我勾手我可以在手往后面摆的时候改变球拍的方向，改成顺旋转的姿势回去。这个时候原本我的手是藏在后面的啦，当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是顺旋转出去了。因为这个时候因为它是顺旋转，所以它会容易被带到我的反手位。这个时候我会拿我的 NT 去做弹击。如何拿到桌球品牌的业配？超厉害的。其实那个也不算业配啦，那个比较像是互惠。他们厂商提供我球皮，然后我帮他们做广告开箱这样。通常业配是有拿钱的这个啦，我是还没有遇过收钱办事的业配啦。导板的技巧，谢谢。导板的技巧，我觉得就是你的球拍不要拿得太紧，导的时候它虎口的地方会觉得有点卡卡的话，你可以拿那个砂纸把手跟球拍的那个中间处磨一下。至于导板的时机呢，我觉得你自己要先算好你该打什么，你要打什么球。我刚开始练习导板的时候，我很常发生就是我原本平面是正手，我导板了之后反手变成平面了，我想用反手的平面去进攻，可是对方突然推一个正手，像我这种 NT 胶皮就不擅长接正手，就比较会乱掉。所以主要是你要导板的时机，你要看你想做什么事情，跟对方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情，你要先都预想好再去导会比较好。请问圈圈有没有推荐的手游？早餐都吃什么？有没有瘦身计划？哇，这问题真多。我基本上是不玩手游的啦，我都是玩 PC Online。PC Online 基本上就是玩主要玩2个啦，腥风之谷跟剑灵。可是我玩的剑灵是最近刚开服的剑灵 Neo， 以前的剑灵已经没在玩了，现在是玩剑灵 Neo。如果有跟我一样在玩剑灵 Neo 的，那可以跟我组队打本哦。早餐吃什么？我通常早餐就是一杯热红茶配上三明治，就这样。有没有瘦身计划？其实有可是其实说实在，我也不是全职的 YouTuber， 我还是有一般的工作在做，
就是我平常也是要上班的啊，我上完班下班就开始做自己就自媒体的事情，其实没什么时间去健身。我唯一的运动时间就是打球了。之前有看你还拿过平练球皮时代的影片，那时对方一直吃发球。第一想问发球要怎么练才能抓到摩擦的感觉？第二想问为什么后来看你答案题后，反而对手不吃发球了？其实我会练发球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很边缘啦，我才会自己在那边练发球。我买了一块挡球板。然后我会自己拿挡球板去帮我挡我的发球，因为那时候我发球，我不确定我发的球是不是我预测的旋转，所以我会借助挡球板来帮我去判断我发的球是不是对的。挡球板回的方向是我要的方向，那我就知道我该朝这个方向努力，我就该朝这个方向去摩擦。你要发球要练好，你真的就只能一直发，前提是你要往对的方向去练。所以挡球板我觉得蛮重要的，当然一定有更多天才不用挡球板就练得起来了。为什么看我拿 NT 后，反而对手不太吃发球了？一开始我主要是以发球得分为目的而去练的发球，后面的发球我就比较偏向于前3板了，为了前3板而做出来的发球。反手中科打法会弹会拉，之后想试试 NT， 全会推荐哪一张呢？要不要海绵呢？要不要海绵呢？我这边先跟大家说 ，NT 一定要海绵 ，NT 如果没有海绵的话，那就是违规了。对。至于推荐哪一张呢？最像中科的，中科会弹会拉，这2张，这2张，他们都可以拉球，他们都是可以拉球，也可以弹击的。如果你想试，你可以试看看这2张，这2张有现货哦。全你打得赢削球手吗？可以教 NT 削球吗？NT 绝对是可以削球的，只是我不是专业的削球手。那我打得赢削球手吗？其实要看他对方的实力在哪里耶。因为削球手我有打得赢的，也有打不赢的。因为我打赢的关键不会是因为他是不是削球手，而是我们双方的实力基准在哪里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来到抽奖环节啦。有填问卷的朋友们，我会从里面抽一个人送我全的2周年球衣。当然，如果有现货的话，是以现货版的为主；没有的话，我才会再额外去跟厂商订。那我现在来开始抽吧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来抽奖啦。那我先说啊，这边都是有填问卷的人。那我现在给他们随机乱数，我按 F9 整理一下随机乱数哦。好，我接下来中奖号码这个东西，这个中奖就是他这边的。中奖号码这一格就是这边的那个 email， 对，好，它总共是 A2 到 A22，B2 到 B22， 好了，我按 Enter 的当下就会知道是谁中奖了。3、2、1，好。76.3 kiwi，76.3 kiwi， 恭喜抽中！我们2周年纪念球衣，我一样会发 Gmail 给你，记得要回复我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全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